每一個安哥心中都有一台 Camry。在馬來西亞呢 ，Camry 曾經象徵着成熟、穩重，是事業有成的代表。但 Camry 的風光年代啊，似乎已經成為了過去式。在我眼前的這一台全新第9代 Camry， 它的車頭徹底的摒棄了過去溫和圓潤的商務臉，改用了和 Pure 相同的 Hammerhead Design， 低扁的車頭線條，配上銳利的 C 字形 LED 頭燈，還有大面積的進氣格栅，視覺極具侵略性。車尾就捨棄了上一代複雜的尾燈，換上了跟車頭呼應的 C 字形尾燈，然後中間有 CAMRY 的字標。整體的風格呢，就偏向 Crown Sport 這樣子的高階轎跑。Alright， 久等了大家，今天終於可以把這一台第9代的 XV80 Toyota Camry 開上路做這個試駕分享。那這台車子我在1年多前曾經在這個 Toyota Malaysia 的總部跟大家分享了這個 2.5 HEV 跟 2.5V 的差別是什麼，它的價錢、規格、後排空間的這個設備等等。所以今天這一集我只會專注在於它的駕駛體驗感 ，OK， 它在實際駕駛起來的時候，它安靜不安靜，有力沒有力，然後它的懸掛舒服不舒服，這樣子 ，right？ 所以影片開始之前，記得訂閱我的 YouTube 頻道 ，Let's go。全新一代的 Toyota Camry XV80 軸距跟上一代的 XV70 一樣，2825mm， 只是車身稍微長了一個35mm。主要是車身的這個外觀套件等等，然後輪胎尺寸的話，標配是235/45R18，原廠 OE 輪胎是 Bridgestone Turanza T005A， 還有 Nano Protect 的技術，能夠讓這一台車子這一個配置達到1個litre 25公里，所以50個litre乘以25公里，理論上它滿缸是能夠走1250公里。當然選擇用Turanza T005A 這個也是亞洲特調的這個輪胎花紋塊，能夠提供給亞洲駕駛者一種安靜、舒服，還有濕地抓地表現的保證。那上一代的 Toyota Camry XV70 呢，它的中控台就呈現一個女字形，然後用了一個比較小的懸浮式螢幕。然後新一代的 Toyota Camry 呢，就用了12.3寸的螢幕，支援 Wireless Apple CarPlay， 所以視覺上看起來這個車子它會更加的寬闊。然後馬來西亞版本呢有9個 speakers 的 JBL Premium Audio， 還有12.3寸的電子儀表板。那座椅的話呢，它就採用了這個 Smooth Leather， 只有黑色。然後在它的旁邊的縫線你會看到有一點這種絨面革，這種麂皮的材質。為了要獎勵你多花錢買到這個 2.5 litre 的 HEV 版本呢，這個 Toyota Malaysia 有為 2.5 HEV 的提供了這個 Panoramic Sunroof， 然後前面是可以打開的，後面這一塊就是固定的。然後再來這個 HEV 還多了一項功能，就是你打開這邊，它有 Power Slide 的這個功能，你可以透過這邊的 Touch Panel 調整椅背的傾斜程度。那如果是那個 2.5 litre NA 的就沒有這個東西。然後這邊還有調整 volume 啦，調整 aircon 的這個冷氣的溫度等等。因為只有 2.5 HEV 有 Tri-Zone 的冷氣，就是說後排的冷氣溫度可以跟前面2個 Dual-Zone 的是不同的溫度。然後這邊可以伸手去後面拿東西，它有一個小小的小通道這樣子。然後因為它是這個Power Recline 也就變成說它很難去給它整個 fold 到下來這樣子罷了吧。是 Sedan 啦，它不是 SUV。然後你注意看，就跟 Corolla Cross Hybrid 和其他的 Toyota Hybrid 一樣，在這個地方呢，它是有一個通風口，因為要幫底下的電池去散熱。然後2個冷氣出风口，下面2個 Type C 的接口，還有手動的遮陽簾，跟它掛在這邊。這個東西。坦白講啦，這個 XV70 跟 XV80 的差別並不是很大。然後它還有這個 Bose Switch 啦，你可以去調整這個座椅的前後，方便載人這樣子。有驚喜嗎？還好。OK， battery 沒電了 ，engine 要 recharge 這個 battery。加速。
下雨了。Alright, so 大家好，我是戴主义，歡迎收看今天這一集的第9代 XV80 Toyota Camry 的這個driving experience 駕駛體驗、駕駛分享。因為我在好多個月之前做過這個 Camry 的 first look 影片。So 那其實講真的 ，Toyota Malaysia 在問我要不要拿車試駕的時候，其實他問我的不是 Camry Hybrid。他問我的是 Hilux BEV、Urban Cruiser BEV， 還有這個 BZ4X， 也就是 Toyota 的這個電動車。那我看了看去，我還是覺得我要 review Camry 先 ，OK？ 因為很多觀眾在過去幾個月一直問我，所以我也相信大家想要了解 Camry 多過於想要了解 Toyota 的電動車，是不是 ？OK？ 同意的請按讚。So 因為這個 Toyota Camry 它背負的這個使命，或者說它象徵的意義不同啊。我們活在一個 D segment sedan 即將滅絕的一個年代 ，OK？ 所以為什麼 D segment sedan 不管在馬來西亞市場、在日本市場、歐洲市場、其他國家都好，D segment sedan 已經逐漸被這個社會給淘汰。有兩個方向，第一就是大家更加傾向於去購買 C segment SUV， 像 RAV4、像 Harrier 等等。那在日本本土呢，大家傾向於從 Pure 直接跳到 Crown Crossover 或者是 Crown Sport， 所以 Camry 就處於了一個非常尷尬的地位。因為在日本 Crown 有着另外一種地位，有着另外一種身份象徵。然后第二方面就是呢，我们说 Camry 也好 Accord 也好，舊的 Mazda 6也好，他們要面對同樣軸距或者說更長的這個電動車 Sedan EV Sedan 的降維打擊，像 Tesla Model 3、BYD Seal 諸如此類的這種電動車，尤其在馬來西亞，電動車具備了免稅的優勢。我們看這個CBU from Thailand 的 Camry HEV 呢，它是從248,800塊起，可是Langkawi的免稅價只是165,000 ，right？ 所以換句話講呢，這個 Camry 的免稅價值如果加上 SST 的話，我們給它180,000，所以它是一個165,000到180,000左右的 value， 但是因為它不是 CKD in Malaysia， 它是 CBU from Thailand。所以 excise duty、import duty 各種的稅務加上 profit margin 等等，它就賣到了一個250,000的售價。而且如果你想要紅色 metal 或者是這個 snowflake wiper 白色，你要給多800塊。然後這個 Toyota 原廠給你的 warranty 是8年的 hybrid warranty。如果你要 extend 多第9跟第10年，就是10年的 warranty， 你要給多3500塊。這個就是你買到 Camry 你要付出的這個價格，你要付出的奢侈稅啦。OK，put it this way。So 買一個奢侈品付奢侈稅是天經地義的啦。你買一個名牌包包，你買一個 Rolex， 給多一點錢。你買 Supercar， 無可厚非。Right， 你同意，我同意，大家都同意。But the problem is，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一般上我們平時在外面，不管是去 cafe 還是在機場，有時候一坐下來第一件事情就是去連 public WiFi。那其實這樣子做是很危險的，因為這些 public WiFi 通常都沒有加密，任何在那組 WiFi 上面的人都可能看到你的 data， 包括你的密碼，還有你平時上網做些什麼東西。而且現在很多網站和 App 呢，都會偷偷 track 你的活動，收集資料來給你 targeted ad， 甚至會影響你買機票、訂酒店時候會遇到價格歧視。這也就是為什麼我一直都在用 Surfshark， 因為它不只是一個 VPN， 而是一套完整的網絡安全工具，可以保護完你所有的網上活動，還會隱藏你的 IP address， 讓你的上網記錄變得很難被追蹤。當然，我覺得 Surfshark 最實用的地方就是它只需要一個賬號就可以 protect 完你家裡所有的 device， 完全沒有數量限制，而且那個 app 的界面非常簡單，一個 click 下去就搞定。所以如果你也想要網絡生活更安全，可以點擊下面資訊欄的 link surfshark.com/mycarplus，
或者輸入折扣碼 MyCarPlus 可以享有額外4個月的使用期。最重要的就是他們有30天的退款保證，如果不滿意的話，隨時可以退。大家可以放心的去 try 那個 link， 我已經放在 video description 的最上面，現在就馬上點擊 Let's go。Camry 這個 segment 在馬來西亞人的印象，在馬來西亞人的概念裡面，它一直都是一個160千到180千的東西。再老一點的人的話，老一點又沒有這麼老的話， Camry 對他來講是一個140-150千的東西。OK， 所以當我剛剛入行不久的時候， Camry 已經賣到199千的時候，大家已經呱裡呱吵、呱裡呱叫哈 ，Camry 賣200多千。尤其在某個時候呢， BMW 的 316i 或者 318i 甚至便宜過 Camry。OK， 有這麼一段時間了。所以當它過了200千之後，其實 Mazda 6早就打破了200千，只是沒有人講。我同意 Mazda 6是一個 a class above 的東西。OK， 所以 Mazda 貴情有可原，而且 Mazda CBU from Japan 不是 CBU from Thailand。OK， 這本質上會有一點點的不同啦。第二個我們要講的就是 Powertrain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 Toyota Malaysia 它在 Glimpse 的時候是先推出 Camry HEV， 然後過了幾個月之後，它就順勢的推出了這個 non-hybrid 的 Camry 2.5 Liter Dynamic Force 引擎。那個是多少錢啊？那個是221,800塊，蘭高域130千。所以都是 2.5， 只是一個有 hybrid， 一個沒有 hybrid， 然後沒有提供 turbo 的選項，因為在 Toyota 的官方的這個主推裡面，主打的是 ICE、HEV 或者在歐洲、美國可能有 PHEV， 所以 2.4 Liter turbo 並不是他們主要推的東西。那個是因為排放法規，他們沒變要給你 2.4 Liter 的這個 Powertrain， 所以 Camry 沒有 2.4 turbo， 情有可原。加速 OK， 雖然賬面上這個250千的 Camry 只有combine output 是230個 PS， 0到100也是 7.2 秒，極速才180 km/h。 如果 non-hybrid 的 2.5 Liter NA 是210 km/h。 這個 2.5 Liter HEV 的 Camry 它最強的地方就是在於 Fuel Efficiency， 因為官方油耗是 4.0 Liter per 100 km， 中國叫4個油。也就講說呢，一個 Liter 能夠行駛25公里，它的 Fuel Tank 是50 Liter， 比 2.5 NA 少了10個 Liter。即便如此，50 Liter 乘以25公里等於1250公里，也就是說在這個理想的狀態，在 optimum conditions， 它可以做到1250公里的這個續航力。給它打折了，打個 10%、20%， 你還是可以走1000公里。OK， 這個就是作為一個軸距2800多 mm 的 D segment sedan， 滿缸，不用充電，不用 charge， 不用 plug in， 可以走1000公里。apalagi you mau， 對不對？Toyota是為它量身配定了這個Bridgestone Turanza T005A 的輪胎。那為什麼要用 Turanza T005A 呢？因為 Camry 講求的是省油、油耗跟舒適性，它不是 Potenza， 它不是那一種講求過彎 sporty 操控、極致操控表現等等，這不是 Camry 要追求的東西。Toyota Camry 的任務， Toyota Camry 要追求的東西就是 comfort 省油 efficiency， 然後那個胎壁不能夠太硬。OK， 它要很 soft， 當它在過一些 bump， 在過一些路面的時候，它要能夠去 absorb 那一些路面震動感，同時要在雨天給你足夠的抓地力。我們看過一個這樣子的有磚頭的 bump， OK， 非常的 Camry 啦。OK， Camry 已經是一個形容詞了。Sport Mode 3、2、1 Go。Brake， 0到100 7.2 秒，如果是 2.5 Liter 是這個 8.9 秒，都不快了。30年前、20年前，你可能會覺得你要買一個 Camry 來得到快，但今時今日 ，No， Camry 已經它讓人家從 Vios
Altis 到 Camry 的這個歷史任務已經完成。OK， 這個價位250千，你要買到多少批 ？OK，you name it， 你找得到的。So，當然我覺得這個 2.5 的 HEV 的 power 動力是沒有問題，雖然數字上不好看，只有230個 PS 的 combined horsepower，跟200多 Nm 的 engine torque， 還有200多 Nm 的 motor torque， 但是夠的 ，OK。To be honest， 非常夠，你一加速，瞬間扭力，你可以各到你要各到的車，RPM 高一點，可能6000轉、5000轉這樣子。所以 Camry 還是一樣 ，Camry 它很舒服，要動力有及時的動力。高速行駛的話，即便是18寸，車子都表現得四平八穩。過一些小 bump， 它可以處理 ，OK， 非常的 smooth， 非常的安全。But還是一樣提到刚才我說的 Camry， 它到今時今日，它已經要面對降维打擊。很多的電動車都有雙層玻璃，它給你單層玻璃，然後這個隔音，當你跑到很高速的時候，以前你可以講 Camry 很安靜，可是現在有一點難。我還不要講電動車啊 ，OK， 我單就講 Mazda CX-60 就好了。它同樣，它甚至是從日本 CBO 整裝進口，它賣你200千馬幣。OK， 它賣你200千馬幣，它給你後輪驅動 ，Rear Wheel Drive， 2.5 L 的，它也是2.5 L 的 ，right？ 我知道還沒有 Hybrid 啦，但是你要知道啊 ，Mazda CX-60， 第一它是 SUV， 第二它前面是用 Double Wishbone 雙 AB 的懸掛 ，OK， 所以這個 Camry 呢是這個怎麼講？傳統的前面 McPherson， 後面 Double Wishbone， 就是後面是 Multi-Link 啦。所以呀，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不覺得買 Camry 的人會 care 啦。但是你真的要貨比三家，你一比之下，你就會覺得有一點怎麼講？它還可以更好，它值得更好的懸掛系統，它值得更好的配置。但有些東西我是非常非常理解為什麼。根據我對 Toyota 集團的了解呢，我們也不難知道為什麼 Camry 到今時今日還是沒有為它標配這個 AVS Adaptive Variable Suspension， 就是自適應的懸掛系統 Adaptive Suspension。我不要講什麼 Air Suspension 啊，那個也是都far away，我只是要講普通的 AVS 懸掛，為什麼沒有辦法給它 ？OK， 因為你不要忘記，在 Toyota Camry 之上，還有 Toyota Crown Crossover、Toyota Crown Sport。Crown Sport 有 Turbo by the way。當 Crown Sport 再往上走之後，就到了 Lexus ES， 然後 Lexus ES 還有在賣，還有在更新的。雖然它已經是 Toyota Group 裡面Harrier、Alphard 以下，它是最 top 的一個 variant。成本走在前面，成本考量，它除了要 fuel efficiency 之外，對於 Toyota 集團來講，它是現金奶牛，它也必須做到 cost efficiency。最後總結就是，我覺得買 Camry 的人清楚自己要什麼 ，OK， 他不是要逞凶，他不是要鬥狠，他不是要飛天，不是要遁地，沒有。買 Camry 的人，他圖的是一個安心，他圖的是一個After Sales Service， 它圖的是一個保值率。我只希望 Camry 給我一個東西 ，OK， 就是不要給我黑色的座椅。你可以賣我貴 ，OK， 誰不知道 Camry 貴？買 Camry 的人都是有備而來 ，OK， 只是說你可以給我一個 brown color 的 leather seat 嘛，你給我一個 semi Alanin 半本安皮革可以不可以 ？OK， 呀，因為我覺得黑色真的是大波类啦 ，OK， 我不要跟你講什麼 beige 啦 ，white 啦，給我一個 brown， 你給我一個 angle brown color 的 seat， 我就買單 ，OK， 我就會考慮，甚至想一想這樣子啦 ，right， 所以歡迎留言告訴我你對 Camry 的看法是什麼？That's it。你知道啊 ，normally 啊，通常我拍試車影片啊，只要是下雨天啊，我就會關掉 camera， 等到雨停我再繼續拍。Okay， 我很少，你自己看過去這麼多年來，很少你看我的 video 是下着雨拍的。可是 Camry 啊，我就想繼續講，因為它讓我想起了我上一次 review Camry 的時候也是下着雨。So 這個是2020年改款版的 Toyota Camry， 那因為現在是下着雨 ，camera 在淋着雨，所以我
還是不好這樣一直講下去啦，所以我接下來就拍一些畫面，等下我再用。那時候我們從 KL 開着 Camry 去到，應該是從 KL 從Shah Alam 去到關丹 Gambang 啊。然後我記得那時候我 highlight 了這個Camry 的 2.5L Dynamic Force 引擎 ，Camry 的這個 Direct Shift 的 X-Speed Automatic Gearbox。所以它虽然是一個 facelift， 虽然是一個改款，不過引擎、变速箱都換掉了，那它肯定跟之前的有很大的不同。因為它現在用的這個是代號叫 A25AFKS， 也就是 Dynamic Force 引擎。我對這具引擎跟這個8速自動變速箱並不陌生啊，因為我最早在 Lexus ES250 還有 Toyota RAV4 上面試駕過這個 2.5L 車的自然進氣引擎。經過這麼多年，這個 Camry 還是 2.5L 的，但至少它是一個新型的 Hybrid 系統，然後是 eCVT 變速箱，駕駛起來感覺上不一樣，比較好，比較 smooth， 比較優雅，比較 premium， 比較安靜。雖然下雨天我感覺不到那個安靜啦，因為排水嘛，可以。Camry 是少數能夠讓你在下雨天開到很舒服、很安心的，因為它也沒有這麼有力。你懂我講嗎？如果它500牛車米的下雨天，我要更小心，我要更注意這樣子呀。So 我是戴主意，喜歡那邊記得follow Instagram account，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去万卡。加速。我们不能够要求 Camry 給到你電動車的 Instant Torque 0到100 3.8秒，0到100 4秒，0到100 5秒，我們不能夠要求 Camry 這些東西。但是如果你問我的話，